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一跳成名天下知，全红婵三个字你应该不陌生了吧？从东京夺冠到奥运落幕，与小姑娘相关的热搜竟然多达90余个。10米跳台上，这位年仅14岁的少女如鱼贯海，5跳中有3跳都是满分，总分超第2名40.8分，超第3名94.8分。说是孤独求败，一点不夸张。就连郭晶晶也忍不住夸赞，我跳了20年水也没跳过这么多满分，这在奥运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。很快胜利消息传到中国国内，举国欢腾，媒体把话筒递给他，闪光灯投向他，网友将祝福给他，掌声给他，人人称他是天降紫微星，道他是天选之子。殊不知吃到命运这块幸运巧克力，全红婵吃尽了苦。201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年仅7岁的她被教练相中进入体校，经过4年打磨，全红婵进入广东省跳水队。她有多拼？举个例子，光是练习跳跃，每天就有400个。于是在教练眼中，能吃苦成了她的标签。欣慰的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天赋加努力，全红婵很快进入国家队。仅用了10个月不到的时间，他就在去年的全国奥运选拔赛上一鸣惊人。画一下重点，直到开赛前3周，他才学会5个动作。出身微寒，年少成名，世界冠军，自带话题度的全红婵很快成为热门人物，但画风却渐渐走偏了。全红婵来自广东湛江麦河村，没人会想到昔日偏居一隅的小乡村，如今竟成了不少人的流量密码。打从他夺冠后，每天至少有2000人前来打卡，想要一睹冠军风采，送辣条，送现金，送商铺，送精装房，给全妈妈带药箱，给全爷爷换单间病房配电视，给整个村子重新修路。一时间全世界都想对全红婵加好。然而面对蜂拥而至的善意，全妈表示心意领了，于是成箱的辣条堆在院墙外。全爸不愿消费女儿的荣誉，于是果断拒绝了20万奖励。对于爱意，他们人间清醒；对于荣耀，他们宠辱不惊。因为这些从天而降的馈赠，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其实暗中早已标好了价格。房屋是期房，彼时冠军邻居广告一打，房价能飙涨。冠军打卡的游乐园，源源不断的游客不用担心。正如老话所言，富在深山有人识，穷在闹市无人问。全妈坦言说，嫁过来到现在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亲戚。小编不否认有些人怀着真心实意为全红婵接风洗尘，但更多的是嗅着味儿来的网红小丑。他们深谙此道，接近全红婵就是接近流量。即便到了晚上9点，全家门口也是宾客迎门，扒门、蹲墙角、攀爬树梢，他们争相拿着手机往人脸上怼，带货、直播连线，恨不得在全家装上24小时监控摄像头，太可怕了。最终不堪其扰的全家人只得闭门谢客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们就骂全家飘了，假清高，甩脸子了，一点光都沾不得。被抬上高地的全红婵很快又被置于绝境。但接下来更荒唐更恐怖的事发生了。你肯定想不到，全红婵的励志故事短短几天就被扭曲成了一个新版本。全爸全妈是农民，全妈前几年因为车祸落下顽疾，所以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全爸肩上。全红婵练体育的原因很纯粹，想替父亲分担点儿。于是故事变得悲情起来，一个奥运冠军沦为赚钱机器，圣母们开始指手画脚，以后只要躺着吸女儿就好了。又是个吸血的，希望他家自重点儿，别毁了妹妹。所有谩骂和指责看似是心疼全小妹，仿佛他们才是最爱全红婵的人，又仿佛全爸做了多对不起女儿的事。更有甚者，诅咒全爸的人也不在少数。祝爹活不过45。就这样，一位不问世事的农民被无情拽进舆论的漩涡。而他们之所以将炮火对准全爸，是源于一则报道。原来为了补贴家用，全爸还种了些青菜，每逢夜里就起早拉去集市上卖，
有一次300多斤的菜心全把凌晨2、3点还没卖完，熬了一夜，菜贩子却只愿出20-30块，这和抢有什么区别？全爸不愿意买，等啊等，还是没卖出合适的价格。他对记者说了句，抽了不知几根烟，宁愿倒掉整车的菜回家。然而屏幕前的道德士兵们对采访掐头去尾，屏蔽了那沉甸甸的父爱，解读出来的是家境贫困，身为父亲竟然还舍得抽烟，浪费粮食，重男轻女云云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太可笑了。世人都有血性，有脾气，难道全爸守在黑夜里不能有情绪？难道他就不配抽根烟排解委屈？难道这群人比全爸还爱全红婵？还有更甚者，只因全红婵在夺冠后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：我妈妈生病了，我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，然后我就很想赚钱回去给她治病。于是一些人抓住这段话不放，写了一篇长文称她把金牌等同于钱，这么赤裸裸，说明他们家是有多贫穷。还表示不会念他妈妈疾病的名字，说明他根本没时间念书。然后评论区的各位又开始了他们的表演。这些人的言下之意其实和纽约时报并无不同，直指中国的运动员是金牌机器。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首先，全红婵自己在直播里也说了，她以为来跳水队就不用学习了，结果还要上文化课，这让她很头疼。全红婵的父亲也表示，最早同意把她送去体校，是因为体校也有书读，而且全红婵自己也愿意。所以全红婵去跳水，这并不违反中国的9年制义务教育，也不违反这些孩子自愿的原则，何罪之有呢？哪个世界冠军不是从小就开始练习的？东京奥运会新晋羽毛球男单冠军安赛龙前2天还在回复粉丝问题，表示17岁开始打羽毛球，基本上和专业赛事冠军无缘了，他自己16岁就开始每天进行专业训练。美国体操队那些天才，游泳队的天才，哪个不是未成年就上国际赛场？哪个不是从很小就开始专业训练？到了全红婵这儿就变金牌机器了。全红婵也表示自己不擅长念书，不爱念书，文化课成绩也不好。而教练说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核心力量就很好，柔韧性也不错，是个跳水的好苗子。现在更是证明了他简直就是跳水界不世出的天才。小编想问，如果你是全红婵或者全红婵的家长，你会怎么选？对于全红婵这样一位出身农村，全家靠低保以及父亲种地收入养着的家庭来说，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应该怎么做？这时候说什么怎么不让孩子继续念普高，是不是有点何不食肉糜呢？确实，学体育很苦，学体育可能会受伤，学体育不一定能成功，但读书又何尝不是呢？每天从一大早学到半夜，坐在教室里一动不能动，10年寒窗苦读，很多人最后也考不上本科，有些人甚至连高中都考不上。放眼世界，葡萄牙街头一个拉丁孩子因成绩不好选择了踢足球，最后成了足球冠军，这叫励志。纽约皇后区一个黑人小孩没办法接受教育，最后成为了篮球巨星，这也叫励志。印尼贫民区一个东南亚小孩从小练习羽毛球，寄希望于用羽毛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这也叫励志。怎么到了中国，出身农村的天才少女通过跳水改变命运，就成了体育锻炼影响了他们上文化课？小编不相信什么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我认为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不让一个有意去学体育的跳水天才去学跳水，逼着他必须在他不擅长的文化课上和那些中产阶级家的孩子竞争，才是最大的伪善。现在全红婵不但成了奥运冠军，功成名就，而且根据她的成绩，退役后很可能进入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名校继续学习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。或许这个世界向来如此，一朝出人头地，所有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没人管你飞得累不累。但批评者忘了，父之于女的爱并不需要理由。于全红婵而言，在全爸面前，她只是个没长大、爱吃辣条、爱打游戏的3女儿，这个身份不掺杂任何杂质，
无关乎成功失败。作为看客，小编更赞成前跳水队世界冠军高敏的观点。在全红婵夺冠的高光时刻，在全网一股脑围着小姑娘转的时候，高敏泼了一盆凉水，说了许多肺腑之言。她担心孩子一时消化不了无数网友的厚爱，因为后面的路更坎坷。她考虑到少女仍处在长身体的阶段，窗口期练习将面临走钢丝般的痛苦。届时她害怕全红婵如果发挥不好，又会被铺天盖地的指责。她希望下届奥运会还能遇到全红婵，希望大家能用强者而不是天才称呼她。舆论可以把一个天才推上神坛，也可以毫无情面地将英雄扯下来。盛赞之下，很庆幸有高敏前辈忠言逆耳的发声。赛场如战场，冠军只有一个，在他成功时给予掌声，如若失利，我们能用宽慰取代指责。最后也求求那些流量小丑们放过全红婵一家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